这是我做过最心惊胆战的事，看着都怕。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情况。老板说鱼塘里面要甩点泥巴，我到现场一看呐，这么大个鱼塘是一个大工程呢。正当我高兴的时候啊，老板说啊，不是鱼塘清淤泥，是我们之前这个挡土墙挖基础的时候把土全部甩出去了。现在我们要把挖出去的土啊，再把它挖回来。如果你不挖回来的情况下，到时候堂主也不会同意，而且也验收不了。老板说之前叫台大挖机，大挖机老板到现场来一看，他说这个东西不好搞啊。如果大挖机站在这个马路上，下面根本都够不着。大挖机在塘里面呢，把这个泥巴甩在这个挡子墙里面，这下面必须要挖出一条路。老板说这个泥巴有2米深，如果说你在挡墙外面挖出一条路的情况下，再把挡墙里面灌满泥巴，那个挡墙肯定承受不了。最后老板实在没有办法找到我们，给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？就要我们这个小挖机啊，直接粘在挡墙里面，然后啊，再把塘里面的泥巴全部把它勾上来，搞上来以后，再把塘里面把它扫平。现在我担心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台挖机如果站在挡土墙里面的情况下，到时候会不会把这个挡土墙挤变形？我问了老板，老板说你放心哦，开挖机你是专业的，砌挡土墙我是专业的，你这台挖机还不至于能把这个挡墙压动。虽然老板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做起这个事来还是做得心惊胆战的，毕竟这个挡土箱也有2米来高嘛，我们挖机站在里面，不可能说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我们站在里面，挖机挖外面泥巴的时候啊，那个重量全部在挡土箱这边的，往那边挤的时候，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。后面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跟老板提了一个意见。什么意见呢？就是我一个挖机履带直接站在这个挡土墙上面，一个挖机履带再站在里面这个土上面，这个几率啊，比2个履带站在这个土里面的几率要小一点点。因为我另外一个履带站在这个墙上面的时候啊，这个墙只受到一个压力，它不会受到挤力。如果2个履带全部站在土上面，这样子挖外面的土的情况下，到时候这个挤力可能就很大了。最后老板听了我的意见，说我说的有道理，他说就按我的方法来干好了。现在这个塘里面的泥巴基本上已经挖得差不多了，而且这个塘里面呢，我们跟着往后面走的时候啊，已经把塘里面全部把它扫平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之前没挖是什么样子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挖完是什么样子。老板非常满意，感谢兄弟们的点赞加观看，谢谢大家。